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来开箱丹麦的奢华品牌 B&O 他们所最新推出的这个 A5 手提式蓝牙音箱。那讲到这种提篮式的造型，大家可能就会联想到 B&O 之前所出的另外一款产品，目前在我右手边的 BeoLink 20。那当然 A5 它既然是被归类在这个 A 系列，就自然它就是用的最高级的用料，以及声音来讲是最好的。那这个 B&O 的 A 系列其实还有一个众所皆知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产品呢，就是它有一个大圆盘音响。这并不是讲说 B&O 买 B&O 的人很盘，不是这个意思。就 B&O 他们真的有出一个这种就是令人记忆点非常深刻的一个圆盘音响产品。好，那今天这款 A5 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然后以及使用上、操作上，音色如何去调整，以及呢，我觉得在使用它的时候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小细节，这边也会分享给大家哦。所以我们先看到外观的部分，基本上正面上方呢，它不是触控的按键，它反而会是按钮式的按键。那在右边呢，你会看到还有所谓电源、蓝牙配对键、大小声，这个都非常的常见。那在左方呢，它有1、2、3、4这个4个按钮，这个是可以记忆你一些常用的电台。那在中间呢，播放、暂停，然后上下手，这也是非常常见的。那比较特别一提的说，他们在这个 A5 它的中间呢是一个无线充电的区域，那这个就跟 BeoLink 20是一样的设计。那整体的它的这个边框是有做弧形的，然后它的切割的部分，我觉得是算是圆润的。那当然以 A5 这样3万多元的价格，这个外形上肯定是要精致的啦。那在中间的机身的部分，他们说是跟这个著名的设计事务所 Gainfortesi 合作，那是采用一个竹编织的工艺。那如果你是买比较贵的这个原木深色原木的版本的话，那你就看到会是木条。但是我本人觉得它的那个深色的木条的版本做的颜色有点太偏黑了，就是跟以往大家想象的胡桃木啊，或是那种樱桃木的原木配色会有点不一样。我个人是觉得反而便宜的版本还比较好看。那在正面的应该说在它的上方呢，它还有一个木质的提把。大家可能看到很多的网红开箱或网络的开箱讲说，这个提把是可以提着出去玩的啊，这样。但我跟你讲，因为这个 A5 它本身重达 3.7 公斤重，其实是蛮沉的哦。然后如果你有实际去门市体验的话，如果你提它的这个正中心点，你往上提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木条有点被拉扯到的感觉，就是如果今天你像那些网红开箱，他们的东西不是自己买的，而是那个厂商给的一个展示品，那也许你用手提着这个木条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花自己的真金白银下去买的人，你在提这个的手把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非常害怕，说它会不会有一天会坏掉，就是断掉这样子。所以正常你在拿它的时候，基本上你会是一只手提着，一只手在底下扶着这样子，就是你也不会拿它的侧边，因为它的那个支点的那种拉扯的感觉，都会让你心里面感到有一丝丝的不安的。这也是因为 A5 它本身的做工重量真的是非常的扎实。好啦，那讲到，然后它正面上方还有4个这个麦克风的收音，我看是它麦克风收音钮啦，这当然可以当做一个假如说你有用这个亚马逊的 Alexa， 你可以对它使用，但是台湾人用的不多。那当然它还有一个所谓空间校正的技术，就是你在室内使用的时候，你插着电，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就是你一定要插着 Type-C 的充电线的时候，它才能去使用这个空间校正的技术。这个也是我要吐槽的一个地方了，就虽然说的确当你拔掉电线，你带它到户外，假如说野外去使用的时候，这时候的确空间校正的技术不太需要，因为你的声音就发散到各个空旷的地方了。但有时候人就是会比较懒，我就想要我充一充电，我就拿去我房间里面玩，拿去我房间里面听。这个时候不能使用空间校正，你就会觉得以这样的价位来讲，就是不算便宜的价位，然后主打顶级的客群，那意思是稍微少了那么一些些，要么练好一点，要么不要唱。好，那外观部分讲完，来讲一下它的单体哦。它的单体的话，简单来讲，一个将近 0.8 寸的高音单体，搭配2颗2寸的全乐域单体，
以及一颗5寸多的这个低音单体所组成的。那这边比较特别就是说 B&O 他们讲说他们这款产品有一个叫 Cradle to Cradle 的设计，摇篮到摇篮，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永续的概念啊，讲说你可以把它这个竹篮拆开，你可以去换它里面的低音单体，你可以换它的中音单体、高音单体。那基本上它的接线都是采用一个压接式的设计，就是有点像那种快接接头，你就把它咔接好之后，它就可以到定位发出声音了。但我相信，就这个东西在欧洲或欧盟的法规里面，大家会比较重视。但你说到了亚洲，或者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这个永续的概念，也许并不是那么的一个，因为它本身它3年的保固嘛。那我相信大家这种东西就用了3年之后坏掉了，就想换新的啦。坦白说，那当然，因为欧洲他们某些法规的规定现在是越来越严，像他们说。你 iPhone 也不能因为你都要做这种电池给大家去换，那很多东西他们都会要求说你不能因为某些小零部件的损坏或者是没有备料，导致大家一定要去买新的东西，就是这样造成浪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B&O 他做这些东西，他也考虑到永续跟有时候面临到法规的一个问题。好啦。那接着呢，就来讲说它的整体的资源的规格。当然，它支援了这个 AirPlay 2，支援了 Chromecast。那蓝牙部分，它的编码，但支援的，因为它有 WiFi， 所以它的蓝牙就支援这个普通的 SPC、AAC， 这个就是比较普通的规格。那当然，如果是音响的发烧友，或者是你在乎音质的人，你应该是用这个 AirPlay 2或 Chromecast 来播放它哦。然后它自己本身呢有一个 App 可以去做这个音色的调整，但是在做这个调整的说明之前，以及一些注意的小地方，我觉得我们应该让大家来实际听一下它的声音哦。那我们就来播放几首歌来听听看吧。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角全个薄荷味道，是甜甜的情，来得这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语句？我愿意，什么发型都已不独特，黑的浅的也不算什么。你看穿我甜蜜又拙劣的羽毛，笑着不经意失神，时间让头发都改剪了。好，那听完这个 A5 的声音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来讲一些它的音色调整以及非常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我们进到这个 A5 的 APP 里面，我必须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它这款 A5 的音量的控制啊，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难过，应该说令人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说它的音量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线性。怎么讲呢？如果你用它的音量调整旋钮的话，它的大概8点钟方向是0的位置开始，然后到12点钟呢是差不多一半，在这个12点钟到1点钟，然后到2点钟的这一段呢。它的音量的爬升会非常的巨大，非常的就是从可能你觉得音量还好，它突然到一个爆棚的声音，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一开始你在使用的时候，它这款 A5 它有一个最大音量的限制，你去用这个音量最大的限制值呢，去限制说，我会建议大家这么讲，你把你的音量限制呢最大声弄在一个就是你能接受的。你不会觉得说啊，这个声音再大下去，你就会觉得啊太吵了，耳朵要聋了这样子，就是一个你
最能接受的一个音量的值哦。那这样你在操作它整体上面，我觉得会是比较舒适的。就是它音量，如果你是预设的原始去调整的话，它在一半50%到可能60几% 的时候，这个音量的爬升会非常的大，就是你可能会吓一跳这样子。那接着呢，这是音色的调整，我们就来到它的所谓的，在它的调整所谓的 EQ 之前，它有一个高低音的设计。那这个高低音呢的建议的值呢，我会建议大家说，低音当然我们很常见，这个就是在讲说它的一个重低音的量感。那高音的部分呢，我就建议大家你可以开到4或3，因为它算是一个人声的穿透度。那低音的部分我会建议开到3啦。那为什么要先调这边呢？就是如果你先去调它的一个 EQ 调色转盘的话，我觉得那个音色来讲，人声还会欠缺一点。但如果你先在等化器这边，你先把所谓的高音跟低音调整好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待会的 EQ 调色盘，它更像是一个微调，会让那个音色更达到一个你所想要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好，那我们等化器的高音低音调完之后，我们就来到 B&O， 其实它整体的音响产品的设计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音色的调色盘。这边你可以看到英文应该叫 Biosonic， 当然在它的右边还有一个进阶，但我觉得这个进阶基本上你看到它的叙述，你应该就不会想去调整它了。简单来讲，它的这个2个选项，频率升降跟声音提升，我们一般音色在调整的时候都是一个单一因素嘛，你可能会看到高音人声的穿透，那低音就是低音的量感增加减少。但是你看到基本上它的频率的升降，它是有2个变音的，就讲说然后高音变多，低音变少这样子。那或者是说他说高音变多，低音也会变多，就是基本上它的参数的控制是同时有2个因素的。但我觉得这种设计对一般的消费者来讲，它有点像是那种滤波器或 EQ 的那种概念的，就是真的是那种录音室等级，你在调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波形图这边拉来拉去的。那我觉得这个对专业用户来讲可能会比较需要，但对于一般人，如果你只是享受好音质的来讲，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复杂了啦。频率升降的话，我看它应该是在高音、低音的2端去做升或降的动作，然后声音的提升这第2个选项，应该就在人声的部分去做一个3风型的凸起或3风型的一个下降，基本上大概就这样。那比较特别一提的是底下的指向性 Omni 跟 Front。那这边就在讲说，当你去调整这个值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它会去从那个声音的分频点去做调整，就是声音从高音单体出的量跟那个中音单体出的比例去做分摊。那基本上，我觉得预设的 Omni 就是一个最适合的选项啦，因为Front 的时候，你会比较感受到声音是从它的喇叭机身上发出来的，位置也比较清楚。但是一旦你站起来，在四周走动的时候，那个音色我觉得比起 Omni 来讲 ，Omni 会更加的平均哦，适合你整屋的一个不管是派对或是多人聆听的时候一个比较适用的场景。所以切记，我们的音色的调整都建议在 Omni 这个关键的选项之下。好啦，那接着我们回到调色盘哦。调色盘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你要往这个所谓的放松跟明亮去做调整啊。因为你如果你往最右边的充满活力调，我觉得声音太尖。那你往底下这个温暖，就是你往右下的这个去做调整的时候，我觉得声音又太闷。而且我觉得基本上它的前面的那个进阶的选项，说不定就是直接把它用在这边 Biosonic 去做一个 XY 轴的调整，就是你这边在调整的时候，说不定你是在调整刚刚那个进阶的值的一个参数，就我稍微实验了一下。所以我比较建议的是你怎么调，我觉得你一开始你就是我的话，我只调一点点，我就把它往左上啊、左边啊动一点点，然后去听那个音色的变化。那也是因为圆盘的设计，所以其实你在调的时候，你可以调的一个很细致。但是这样当然也有缺点，就是说我在分享参数的时候，其实我不能给你一个很确切的值。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几集的节目的话，其实我们在调整的时候，都会教大家一些逻辑，就是你拿你熟悉的歌曲，然后找一些单独的配器，然后人声，然后吉他，你去做测试。那久了之后，你对声音就会有一个非常，我觉得算是非常有 sense 的一个感觉啦。好，那其实呢，讲到这边，它的整个音色的调整就结束了。对了，
还忘记还有一点要吐槽的是说，B&O 这款 A5 它本身有这个 IP65 的防尘防水，但是它又有讲说它这个算是竹编织的外层啊，是不防水的，就是会遭到水的一个可能腐蚀或坏掉，所以就是你可以拿水泼它，但是你拿水泼完它之后，你就是要细心的把它擦干。所以你说这样子，你说它。当然买这么贵的东西，我相信不会有人拿水去泼它，但就是这就是一个小吐槽点这样子。那总结来讲，我觉得3万多元的价位，很多人讲说买 B&O 产品很盘嘛。那我觉得 A5 这款产品的确我比较喜欢之前的 Emerge 这款，就是像书本的造型，当然它没有电池，但是比较就特别的造型。那提篮的话，对我来讲它吸引力比较普通一点，但是。3万多元的价位，那么小的机身，但是它的音量却非常的大。就如果你第一次去门市试完它的时候，你音量开到70-80%，你会被吓到。就它的确有着Soundbar，就是这种价位Soundbar级，非常那种100多公分Soundbar的音量的大小声的一个程度，并且同时它的低音的低沉度、人声的清晰度，我觉得也是在水准之上。所以你说 B&O 买他们。盘不盘有没有 CP 值？我觉得你买 B&O 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它就不是走一个 CP 值的路线。但如果你是要一个好看、好听、好玩的音响，那的确 B&O 是可以纳入你的一个考虑的选项里面的。好了，那这次 A5 的开箱就到这边，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想看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哦。那之后也会开箱，陆陆续续 B&O 的产品给他们做一个。算是总评啦，那大家如果想要先看的，就在我们底下留言区留言吧，那我就会优先去录制他们。我是 Alan，这次的节目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